让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上半年财政缺口竟然高达 5.7 万亿元。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整个国家的钱包已经严重透支，入不敷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放眼望去，全国可谓是一片哀鸿遍野，唯有上海还在苦苦支撑，成为这片财政荒漠中的最后一片绿洲。但即便是上海，恐怕也难以长期独善其身。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可怕的趋势。2000年时，还有12个省市是财政净贡献地区，到2010年就降到了10个，2020年进一步萎缩到8个，而到了2024年，竟然只剩下上海一枝独秀。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所谓的财政净贡献地区很快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何等可怕的衰退速度！更令人不安的是，据可靠消息透露，全国8000万公职人员竟然吃掉了 40% 的总支出，这是何等惊人的浪费！为了填补这个看似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各级政府可谓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举债、赖账、罚款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连跨省市罚款这种堪称远洋捕捞的行为都被默许了。这简直是在饮鸩止渴，自掘坟墓。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具体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支缺口高达 5.74 万亿元。有些乐观派可能会说，没关系，还有中央兜底呢。但事实真的如此乐观吗？去年全国财政收入 21.7 万亿，支出却高达27万多亿，赤字就达到了惊人的 5.3 万亿，其中地方政府就花掉了 23.6 万亿。换句话说，即便把所有的 21.7 万亿都给了地方，还有 1.9 万亿的天文数字缺口，而今年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再看看各省市的具体情况，除了上海这个特例，其他地方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各地财政状况恶化的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2000年还有12个净贡献省份，2010年降至10个，2020年降至8个，2024年居然只剩1个。虽然中央政府并非独占鳌头，但实在是顾此失彼，难以为继。以去年为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10.3 万亿，但自身收入却只有不到10万亿。这意味着中央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地方，自己反而还有3000亿的窟窿。在这种困境下，各地政府不得不砸锅卖铁，向中央伸手要钱。尽管中央还有铸币权这个终极武器，但过度滥用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事实上，中国 M2 从2013年的100万亿到2020年1月的200万亿，不到7年时间就翻了1倍，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增速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重演上世纪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了。既然中央也已经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就只能使出浑身解数了。举债、赖账、罚款、远洋捕捞等手段层出不穷。根据官方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地方债务总额约 40.1 万亿元，而高盛集团去年8月的估算数据更是高达94万亿元。不管哪个数据更准确，这都远远超过了全年的财政收入。现在很多地方能勉强还得起利息，就已经算是健康财政了，这是何等讽刺的现实。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行化债现象屡见不鲜，贵州的马老板案件绝非孤立。还有一些地方把罚款当成了提款机，以辽宁省为例，罚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居全国第一，有些地方的年度增速甚至高达 100%， 这简直是在寅吃卯粮，自毁长城。除了常规的罚款，一些地方还发明了远洋捕捞的新招数。比如，有个地方的执法人员盯上了南方的一家公司，每年年底就来收年礼。据传，第1年开口6000万，如愿以偿；第2年要 1.2 亿元，也得逞了；第3年竟然狮子大开口要6亿。当地政府实在吃不消了，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进行保护。这种行为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警惕。杭州一家派出所甚至给辖区企业发放了反抓指南，明确指出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但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前几年以打击电信诈骗为名，各地执法人员就经常在东莞、义乌等外贸小商品集中的城市里办案，这简直是在挖国家的根基。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干脆换个机构出手，直接进行远洋捕捞。最近就发生了2起令人发指的事件，一起是浙江前首富黄老板的西湖集团被湖北那边判决要为15年前收购的一家公司的前股东的个人行贿事件负责，同时公司发行的2个基金也爆雷了。这种做法如果得逞，恐怕浙江会到处都是远洋渔船的狂欢，以至于官方媒体和一些学者都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另一起是深圳传音科技的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远在镇安的监委留置了。传音是一家手机公司，总部在深圳，主要市场在海外。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14.4%， 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2。这么一家优秀的企业，竟然被一个偏远县的监委给盯上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令人心寒的是，官方媒体居然毫不避讳地用远洋捕捞这个词来描述这2起案件。很明显，自家的猪已经连骨髓都敲出来吃了，只能把手伸到别人碗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就在我们以为情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的时候，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据可靠消息源透露，宁波的一个区居然喊出了明年保6争8的口号。你可能会想，这不是挺好的吗？经济增长目标保6争8，似乎还不错啊。但是请坐稳了，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这个保6争8的目标指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公务员的工资发放。没错，你没听错。这个区的目标是明年保证公务员至少能拿到6个月的工资，如果情况好一点，争取发到8个月。这是何等令人心惊的消息！要知道，宁波可是浙江省的经济强势之一，如果连宁波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其他地方的情况该有多糟糕？这个消息如果属实，那么它反映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首先，它意味着地方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最基本的公务员工资都无法保证全额发放，这说明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已经彻底见底了。其次，这种做法势必会严重打击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要知道，公务员可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如果连他们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那整个社会体系都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更可怕的是，如果宁波这样的经济强势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恐怕更加不堪设想。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在默默实施类似的措施，只是没有被曝光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面对如此严峻的财政困境，有些官员还在故作轻松，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恐怕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任何轻视或者掩盖问题的做法，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独善其身。各种非常规手段的出现，更是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财政问题不仅影响政府运作，更会深刻影响到每个普通民众的生活。从教育、医疗到社会保障，方方面面都可能受到冲击。